上山采药回家，发现本该在宫中的皇后姐姐被斩断四肢，倒挂在家门口。宅院里尸山血海一片，只剩娘亲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中。新入宫的柳贵妃想看了你姐姐在火炭上跳舞，你姐姐不从，皇上一怒之下便杀了你姐姐，担心留下祸患。皇上不仅诛杀了我们苏家满门，甚至连协助他登上皇位的你爹和10万苏家军也尽数冤杀。洛霜，你快跑，趁皇上还没发现你，跑得远远的，改名换姓，活下去。我要报仇。如今皇上拥有100万大军，你爹都斗不过他，你一个人怎么报仇？谁说我一个人？我轻轻吹了声口哨，霎时间，无数蜈蚣蛇蝎从四面八方朝我爬了过来，匍匐在我脚边，如奴仆般岿然不动。娘亲虚弱的双眸陡然瞪大，身子都颤抖了起来。下一瞬，她望着我，了然一笑，好似明白了什么。当年在苗疆捡到你的时候，娘就知道你不一般，果然如此。话音落下，娘亲便没了声息，但她嘴角的笑意还挂着。我知道，她放心了。我轻轻捋了捋娘亲额前凌乱的发丝，就像她第一次见我时，用那白皙干净的手擦干我脸上的污泥。小孩儿，你可愿意跟我走？当时，娘亲脸上的笑意也跟现在一样，温婉好看。我鬼使神差般点了头，跟着娘亲走出苗疆，来到了苏家。苏家是将门世家，门楣显赫，规矩森严。娘亲出趟远门，突然带了我这个小孩回来，遭到不少非议。莫非是早就跟人有了私生女，如今才舍得带回来？苏将军德高望重，最重名节声望，苏夫人这下怕是踢到铁板了。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孩子，也配进苏家的大门？苏将军铁定不同意。那日，苏将军立在正堂，看着娘亲牵着我走进来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目光在我身上停了许久。就在苏府下人都以为他会将我赶出家门时，他却满脸疼惜，红了眼眶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瘦成了这样？那天戎马一生的苏将军破天荒亲自下厨，给我做了一桌子小孩菜。见我狼吞虎咽，一向重规矩礼节的苏将军笑开了花。以后你就是我苏战天的女儿，谁敢欺负你，我跟谁拼命。就这样，我成了苏家的女儿，吃穿用度与嫡出的姐姐一模一样。对此，姐姐也从未有过怨言，反而处处护着我。每当其他贵族子弟嘲笑我是野孩子时，姐姐总能第一时间挡在我身前，铿锵有力道：洛霜不是野孩子，她是我妹妹，她是我妹妹。只比我大3个月的姐姐，为了我，没少与人撕扯扭打，哪怕被父亲责怪有失苏家颜面，她也梗着脖子不肯认错。颜面哪有妹妹重要？傻孩子，保护你妹妹是我们做父母的事儿，哪需要你跟人打得鼻青脸肿。父亲说到做到，让那些嘲笑我的人第2天全部从京城消失。那时，姐姐一脸骄傲地挽着我的手，眼里亮晶晶的。洛霜，咱们父亲可厉害了，他保卫国家，守护百姓，从未失过手。是啊，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他是百姓爱戴的护国大将军，是人人赞扬的大英雄。他保住了所有人，
却没能保住他自己。他没死在光剑影的战场，却死在了自己府中。那双护国护民的手，此刻还握着刀，在用袖子小心翼翼擦干净父亲脸上的血。他的眼睛没有闭上，而是死死盯着门口。那里挂着残破的姐姐。姐姐是大梁皇后，是父亲视若珍宝的女儿，是我那从小拯救最怕疼的姐姐。小时候每次磕破一点皮，她都要哭半天。可如今，她该有多疼啊！爹娘看到这一幕，又该有多难受啊！我走到门口，将姐姐的身子小心翼翼解了下来，然后找了辆推车，将爹娘和姐姐的尸体堆放了上去。我驱散了满地毒虫，推着他们三人，缓缓穿过京城的长街。街道两旁的百姓看见我，纷纷避让，抹泪叹息。造孽啊！苏家满门忠烈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皇上把10万苏家军都灭了，明显是要斩草除根。这二小姐好不容易才逃过一劫，竟如此明目张胆的抛头露面，不是找死吗？唉，苏家待她不薄，如今九族被诛，二小姐或许也不想苟活了吧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啧啧摇头，像是在看一个将死之人。就在此时，一个5岁孩童拿着一束花上前。姐姐，今日是苏将军的生辰，这束花送给苏将军。我脚步一顿，隐忍了许久的泪，终于还是落了下来。是啊，今天是我爹的生辰，我早早就出门，想要为他寻一味药。他久经沙场，身体落下了许多病根，一到换季袭节，便浑身剧痛，彻夜难眠。我盘算着，等我找到了那味药，治好了父亲身上的病，就让他辞去官职，颐养天年。父亲同意了，母亲也满心欢喜。你姐姐早就盼着你爹能安享晚年，今日你姐姐也会来给你爹贺寿。等他来了，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可是啊，他们没等到姐姐来贺寿，却等到了姐姐的死讯和灭族之祸。我攀越悬崖寻来的药也没了用处。我接过孩童手里的花，道了声谢，然后带着爹娘和姐姐的尸体来到了郊外。我把他们3个并排埋在了一起，磕了3个头，跪下来磕了3个头。爹娘姐姐，等我这就去把皇帝的人带回来，给你们陪葬。我将自己从悬崖边上摘下的草药放在父亲坟前，随后转身朝皇宫的方向走去。守门的领头侍卫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不屑一笑：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个捡来的野种吗？你竟还未死？这领头侍卫我认识，以往父亲带我来宫中看望姐姐时，他对我点头哈腰，一口一个尊贵的二小姐。我瞥了眼他，没有说话。一个野种也配无视我？那就别怪我拿你的人头去往皇上请功了。话落，他猛地拔刀朝我砍来，我依旧未动，但一条毒蛇却从角落里窜出，狠狠咬在他挥刀的手上。侍卫惨叫一声，瞬间瘫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密密麻麻的蜈蚣蛇蝎从4面8方蜂拥而来，在我身后汇聚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黑色长河。看到这一幕，其他侍卫纷纷傻了眼，连滚带爬的往宫里跑。妖怪，妖怪啊！没人再敢拦我。我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金銮殿。金銮殿上，皇上高坐龙椅，他身边依偎着一个妖艳女子，那便是柳贵妃，逼我姐姐在火炭上跳舞之人。殿前文武百官站立两旁，御林军拔刀站在最前面，目光凌厉地望着我。见到我，皇上双眸一眯。苏洛说：“朕还以为你投了，
正打算发海捕文书呢。说着，他看了看我身后，眼底满是不屑。怎么，带这些小玩意儿来，是准备给朕献艺求饶吗？皇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那凌厉威严的神态，与当年那个跪在我家门口的少年判若两人。当年他还是皇宫中最不受宠的九皇子，生母早逝，在宫中受尽欺凌，连吃口热饭都是奢侈。姐姐心善，见他可怜，便时常借着入宫的机会接济他，给他送衣服和闪食。有一回他被其他皇子打断了腿，是姐姐在父亲书房门口跪了1天1夜，才求得父亲请来最好的御医，日夜照料，保住了他那条腿。俩人一来二去，互生情愫，私定终生。后来先帝病重，诸皇子夺嫡，杀得血流成河。他深知父亲手握10万苏家军，便跪在苏府门前，求父亲出兵相助。父亲望着他，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。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。我保证，此生绝不负阿言。一旦登基，必立他为后，护苏家一生无虞。父亲信了，带领苏家军倾巢而出，帮他平定叛乱，杀了其他皇子，为他夺得皇位。他也说到做到，一登基便立了姐姐为后。可如今才第2年，他便为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柳贵妃，刺死了姐姐，屠尽苏家满门。此刻柳贵妃就依偎在皇上怀中，嘟嘴撒娇。皇上，你不是说已经杀光苏家人了吗？怎么还落了一个？你是不是不爱人家了？存心糊弄臣妾呀！爱妃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朕为了你，连陪朕打江山的皇后都杀了，怎么可能不爱你？至于苏家这个遗漏的活口，朕保证，他活不过今日。听闻此言，柳贵妃满意的笑了。我也笑了。他们笑我软弱可欺，我笑他们不自量力。皇上，我苏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般赶尽杀绝？苏洛霜，这个问题，你爹临死之前也问过朕。朕告诉他，你们苏家无罪，但朕就是容不下你们了。你父亲的那10万大军，这些年帮朕杀了太多人，知道太多秘密。朕每每看到他们，就想起自己是踩着多少人的尸骨爬上来的，朕睡不着啊。所以，他们得死。我懂了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葬，自古帝王别是如此。可我还是想问一句，我姐姐呢？她真心爱你，竭尽所能帮你救你，从未对不起你。你对她下死手时，可曾想过是她对你的真心付出？真心？如今这天下都是朕的，哼！朕要这真心有何用？朕承认，你姐姐是救过朕，帮过朕。可朕每次一看到她，就想起自己当年跪在你苏家门口的样子。朕是天子，95之尊，怎么能永远活在那段屈辱的记忆里？只有他死了，朕才能永远忘掉那段过往。我的拳头攥紧了，因为不想自己活在过去的回忆里，所以他就杀了所有在过去帮过他的人。真是可笑，真是该死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便替我爹娘和姐姐讨回公道。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。
就凭你，也配找皇上讨公道？就是，你苏家10万大军都死光了，你一介女流之辈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也不知苏皇后在天有灵，看到自己护了这么多年的妹妹如此愚蠢，会不会气得活过来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苏洛霜，你当真以为你带些毒虫过来就能翻得了天？来人，取火把来，烧了这些毒物。话音落下，3000御林军齐齐点燃火把，直指我和身后的所有蛇蝎武功。偌大宫殿，杀气冲天，火光四溢。谁说就这些？话落，我抬起手，轻轻打了个响指。顿时间，万里晴空猛地暗了下来，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遮天蔽日。与此同时，刚刚还无比平静的皇宫突然剧烈震荡了起来，好似地动山摇，天崩地裂。众人惊骇抬头看向殿外，纷纷脸色巨变。那是什么？有眼尖的大臣甚至指着殿外发出了不敢置信的高喊，可没有人回答他，因为大家都傻眼了。只见宫殿外无数飞禽从天边飞来，大雁、雄鹰、乌鸦、蝙蝠密密麻麻。与此同时，地面的震颤越来越近，砰砰砰，一声声巨响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亮。咚！下一瞬，金銮殿的大门被猛然撞开，紧接着一头猛虎率先冲了进来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狮子、黑熊、野狼、猎豹、野牛、巨象。它们身形庞大，猛烈凶狠，看向现场众人的眼神像是在看自己垂涎已久的猎物。文武百官纷纷踉跄后退，有人撞翻了身后的烛台，有人双腿一软跌坐在地，有人嘴唇哆嗦，脸色苍白。这怎么可能？所有人都懵了。然而让他们更意想不到的是，所有飞禽走兽涌入宫中后，却又井然有序，排列成战地站在我身后，像是在等待我发号施令的士兵。3000御林军握着火把看着这一幕，不敢上前一步。在这铺天盖地的兽潮面前，他们的火把渺小又可笑。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柳贵妃死死抓着皇上的衣袖，声音都在发抖。皇上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刚刚的轻蔑。你方才说我带来的这些东西，你一把火就能烧得干净。面对我的质问，皇上喉结滚动了一下，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但他到底是坐拥天一下的帝王，短暂的震惊之后，便迅速稳住了心神。苏洛霜，朕可是一国之君，坐拥100万雄师。话音落下，皇上看向一旁的御林军统领，统领立刻会意，飞快地朝殿外跑去，想要去传令调兵。但他刚跑出3步，我身后的一头雄狮立马上前，将他扑倒在地，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殿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叫，有人当场吓得昏了过去。皇上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但他依旧没有退让。苏洛霜，朕承认你确实有点本事，竟然还能让这么多飞禽走兽听你号令。但你若以为这样就能报仇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朕登基2年，坐拥天下，身边能人异术无数，岂会怕你一个丫头片子？他话音刚落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从殿外传来：皇上说的不错，老倒要看看是何方妖孽，胆敢在皇宫兴风作浪。国师，您终于出关了。国师，我微微眯眼，早就听闻皇上登基后，从深山中请来了一位自称得道高人的老者，奉为国师，常年闭关修炼。没想到今日竟然出现了。国师目光扫过满地的飞禽走兽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然后他看向了我。小小年纪竟能把苗疆驯兽术练到这般地步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不过你可知道你这一身本事是从何而来？我看着他没有说话。国师微微一笑，迈步走到我面前，面对我身后百兽的凝视，他丝毫不虚，
反而认真打量着我，笑了出来。真没想到，当年苗疆的那个小丫头竟然还活着。你认识我？我不仅认识你，还认识你的亲生父母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虽然我不知道这国师是什么人，但我知道他是皇上的人，如此便也是我的仇人。他的话我断然不会轻信。然而面对我的质疑，国师并未生气，而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。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那养父养母瞒的倒是严实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也罢，今日既然遇见了，那老夫便告诉你真相。你可知道18年前的今天，苗疆一族为何会一夜之间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？听到这话，我瞬间呼吸一滞。18年前的今天，正是我被苏夫人捡到的那一天。那时我4岁，隐约记得自己被我娘藏在了一个大缸里。大缸之外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厮杀和哀嚎的声音。我想出去，可我动不了，因为我娘给我下了东西。当时她神情紧张地叮嘱我：洛霜，外面有危险，你千万别乱跑。我在冰冷的缸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到我终于能动了，才缓缓起身走出大缸。可走出一看，才发现原本一片祥和的部落，眨眼间布满了尸骸，浓郁的血腥味刺激着我鼻腔。我下意识慌了起来，我害怕自己的爹娘也在其中，于是便站在一片尸骸中喊着他们。可我喊了好久好久，都没有人应我。于是我开始在尸体中一具一具的找，一个一个的翻。每一具尸体我都仔细看过，我看到了我的玩伴，看到了叔叔伯伯，看到了所有熟悉的人，却唯独看不到我爹娘。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只知道我又冷又饿，又怕又慌，只能缩在角落静静的等。我娘说过，她不会丢下我。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，天色黑了又亮，亮了又黑，我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夜，只知道那些叔叔伯伯、婶婶阿姨，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冷，越来越硬。我很饿，部落里的食物都被血浸透了，我不能吃，我只能去山里找野果。可我不敢走远，我怕爹娘回来找不到我，于是我就在部落边上摘野果，一边摘一边回头望。每次回头，我都希望看到爹娘站在部落门口朝我招手，可每次回头都只有那些一动不动的尸体。那天我又摘了野果回来，坐在部落门口一口一口的啃。野果很酸，酸得我牙齿发软，可我必须吃，因为娘说过不吃东西会死。我不想死，我还要等爹娘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，我猛地抬起头，心里一阵狂喜。是爹娘吗？是他们回来了吗？可抬起头的那一瞬间，我愣住了。来的不是爹娘，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。她看见我也愣住了，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对方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，她才慢慢蹲下身与我平视。小孩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她的声音很轻很柔，像是怕吓到我。我没有回答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坏人。娘说过不要随意与不分好坏的陌生人交谈。我警惕地攥着手里的野果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她看见我的动作，微微一愣，随后挤出一个笑。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路过这里，看见有人就过来看看。你爹娘呢？听到爹娘2个字，我的鼻子一酸，但我忍住了。我指了指身后的部落，他顺着我指的方向向看过去，然后他的身子僵住了。他看见了那些尸体，看见了满地的血，看见了被摧毁的房屋。他的嘴唇颤抖起来，好半天才转回头看着我。你就一直一个人在这儿？我点了点头。他看着我，眼睛瞬间红了。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他红了眼眶，我心头有些动容。而且我虽然是第一次看见他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种熟悉的亲近感。于是我第一次开口，跟他说出了我的名字。洛霜。洛霜，你爹娘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翻遍了所有人都没有找到我爹娘。他的身子颤抖了一下，过了很久，他才伸出手，轻轻擦掉我脸上的泥，用跟娘一样的温柔笑脸看着我。小孩，你可愿意跟我走？回想当时的场景，我至今仍旧心头温热。如果不是苏夫人，我可能早就饿死在了部落。所以他们不仅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更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如今
他们死了，我必须报仇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许多年前，苗疆出了一个惊才绝艺的人物，名叫骆云霄。他是苗疆百年难遇的奇才，不仅能训练百兽，更能与动物心意相通。20年前，他娶了苗疆最美的女子为妻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洛霜。那个女儿就是你。我猛地一颤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爹确实叫骆云霄。云霄，小时候，娘总是云霄云霄的喊他，所以我记得。骆云霄天赋异禀，却心性淡薄。可他不知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那一身驾驭百兽的本事，引来了无数人的记忆，其中记忆最深的，便是当时的大梁边关守将苏战天。你撒谎！我养父向来惜才，从不是善妒之人。哼，你说的没错，苏战天确实惜才，也不善妒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他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他护国大将军的名声和他的地位。我看着国师没有说话，这一点我确实无法否认。养父戎马一生，最看重的就是苏家的名声和他在军中的地位，所以即便他被伤痛救急折磨得苦不堪言，他仍不甘退居幕后。可这就能证明他是屠我苗疆的凶手吗？国师见我沉默，继续道：苏战天为了得到你父亲的驯兽秘法，稳固他护国大将军的地位，步步紧逼，甚至派人潜入苗疆，威逼利诱。你父亲不从，他便恼羞成怒。18年前的今天，他亲自带兵屠尽苗疆全族。那一夜，苗疆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而这一切都是你的养父苏战天一手造成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你养父身上是不是有一块龙纹玉佩？我心头猛地一跳，养父确实有一块龙纹玉佩，通体碧绿，雕工精细，他从不离身。我问过他那是哪里来的，他只说是故人所赠，再不多言。国师看着我的表情，笑意更深。那块玉佩便是证据，它是你亲生父亲骆云霄的贴身之物。当年骆云霄与苏战天曾有一面之缘，两人惺惺相惜，你父亲便将随身玉佩赠予他，以为定情之意。可苏战天转手就将这块玉佩交给了负责剿灭苗疆的前锋将军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块玉佩上有你父亲亲手刻下的苗疆密道地图，那是你父亲信任他的证明，也是苏战天用来屠你一笔全族的钥匙。听到这儿，我的身子晃了晃。那块玉佩我见过无数次，养父每次擦拭它的时候，眼神都格外复杂。我以为那是他对故人的怀念，原来那是他对罪孽的铭记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看看那块玉佩的背面，上面是否刻着一朵云。我攥紧了拳头，那块玉佩的背面确实刻着一朵云，我看过无数遍，印象深刻。国师看着我逐渐苍白脸色，步步紧。苏洛霜，你以为苏战天对你那么好是因为心善？你错了，他是因为愧疚。他养着你是想赎罪，他对你好是因为他心虚。你那个养母把你从苗疆带回来，也是因为他知道苏战天做了什么，想要弥补。可弥补有什么用？你爹娘死了，你族人死了，你整个苗疆都没了。他们对你再好，能换回你爹娘的命吗？我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，脑海里不断闪过养父的脸，有他亲自下厨给我做饭的样子，有他红着眼眶说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瘦成这样的样子，有他摸着我的头说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跟谁拼命的样子，还有我出门采药时他挥着手说等我回家的样子。国师见我一脸的痛苦和挣扎，上前一步。你难道不好奇，苏夫人一个闺中妇人，怎么就这么凑巧，突然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？我心头猛地一颤，这个问题我其实想过很多次。跟随养母身边多年，我发现她常年居住苏府，很少外出，至于远门更是整整18年从来没出过。所以我也十分好奇，为什么18年前她会突然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，恰好将我救下？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？国师看着我逐渐变化的表情，笑意更深。那是因为苏夫人也是苗疆中人，她是你的亲姨母，是你母亲的亲妹妹。当年她也喜欢你的亲生父亲骆云霄，可你父亲选中了你母亲，她只能含恨离开苗疆部落。后来她认识了苏战天，嫁给了他，可她心里一直放不下那段感情，因爱生恨。她将你父亲身怀绝教的事告诉了苏战天，引诱他去屠杀苗疆全族。他去苗疆
只是想确认你爹娘到底死没死。他将你带走，把你养在身边，是为了以防万一。若你爹娘没死，他就能拿你当把柄，要挟他们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苏夫人待我如亲生女儿，疼了我18年。她临死前还叮嘱我快跑，让我活下去。她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可国师的话像一根根针扎进我心里，我不想去相信这些，可我又忍不住质疑：为什么常年宅在深门大院的苏夫人，会恰好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？还有她临死前说的那句：当年在苗疆捡到你的时候，娘就知道你不一般。可她和养父真的杀光了我全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信谁。就在我心生疑虑时，国师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起来。苏洛霜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这就是真相。苏战天夫妇害死了你的亲生父母，屠尽了你的族人。如今他们死了，那是他们罪有应得，你又何必为了他们与皇上为敌？你这一身御兽的本领是苗疆的正统传承，是你父亲留给你的瑰宝，可你现在根本不会用。他说的没错，我虽然能训练百兽，可那只是最粗浅的运用。我父亲能与动物心意相通，我却只能做到这一步。国师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欣赏。洛霜，老夫修行数十载，精通各种奇门异术，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，老夫愿意倾囊相授，让你发扬你父亲的本领，重振苗疆风光，老夫还能保你一命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知道你心有疑虑，但你根本没得选。哼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老夫先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之术。话落，他猛地抬起手，一道金光从他掌心飞出，直冲殿外。紧接着，天空中的飞禽忽然齐齐鸣叫起来，盘旋着变换了阵型。地面上，原本听命于我的猛兽也开始躁动不安。这老东西果然有几分本事。老夫这御兽之术，比你如何？我自愧不如。你之所以敢擅闯皇宫，只身报仇，不就是因为你身后的这些飞禽走兽？可我的本领在你之上，你若不从，我能让你的底牌化为乌有，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流之辈，没有任何帮衬，皇上要杀你易如反掌。那你觉得我该如何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懂得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，老夫保证不仅能保你一命，还能让你在3年之内超越老夫。届时你不仅能继承我的衣钵，还能重振苗疆，光耀门楣。国师，你真的愿意教我？自然。那皇上那边？看在国师的面子上，朕愿意既往不咎。我沉默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国师闻言大喜过望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伸手就要拍我的肩膀。好徒儿，为师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手已经动了，一道寒光闪过，我袖中的短刀直直刺入了他的腹部。国师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他低头看着插在腹部的短刀，你又抬头看着我，满眼不可置信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沉声问道：说，你把我亲生父母藏在哪里？你说什么？别装了，从你出现在金轮殿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感觉到了，你身上有我亲生父母的气息。我确实早就感受透到了这一点，但同时我也感知到国师的本领在我之上。我刚刚之所以假意投敌，就是想找机会给国师致命一击。此刻国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看向我的眼中满是诧异。我继续道：我4岁那年被娘亲藏在大缸里，那时她身上受了重伤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身上伤口的气息跟你身上的气息力量一模一样。我一直在想，当年去苗疆的到底是谁，直到你出现我才明白，是你杀了我苗疆全族，是你抓走了我爹娘。你觊觎我父亲的本领，想要夺取他的御兽秘法，你把他们藏起来，折磨他们，逼他们交出秘法。18年了，你还没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吧？国师捂着腹部，踉跄后退，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惊骇。你怎么知道？
哼，因为你太蠢了。你若不说苏夫人是我姨母，我或许还会信你几分。可你说了，我母亲有妹妹一事，连我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？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从我爹娘那里逼问出来的。国师的脸色彻底变了，他猛地后退，想要逃离，可我身后的一头猛虎已经扑了上去，一口咬住他的腿，将他拖倒在地。国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爹娘在哪儿？国师死死盯着我，忽然笑了，他笑得狰狞，笑得癫狂。好一个丫头片子，老夫倒是小看你了。没错，你爹娘确实是在老夫手里，可你以为你找到他们就能救出他们吗？老夫在他们身上下了东西，只有老夫能解。你若杀了老夫，他们就只能等死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国师以为我怕了，笑得更加猖狂。我依旧没有说话，我只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，扔在了他的脸上。那是我提前派人查到的皇宫地下密牢的地图，上面清清楚楚标注着我爹娘被囚禁的位置。而我穿过金銮殿，穿过广场，穿过一道道宫门，最后我来到了地下天牢。这里荒废已久，杂草丛生，蛛网密布。我站在天牢中间，按照地图的指引找到了那处隐蔽的入口，推开铁门，里面是2个被铁链锁住的人，他们身形憔悴，头发花白，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，是我爹娘。我娘听见动静，艰难地抬起头，她看见我，愣住了。双儿，她的声音沙哑虚弱，几乎听不见，可我听清了。我扑过去，跪在她面前，抱着她，泪如雨下。我的双儿，你还活着，你果然还活着。我抱着他们，泣不成声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我才平复下来。我解开他们的铁链，扶着他们走出地牢。走出冷宫的那一刻，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。他们太久没见过阳光了，18年，整整18年。他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密牢里，整整18年。我扶着他们，一步一步走回金銮殿。殿内，皇上被几头雄狮盯得浑身瘫软，汗如雨下。看见我扶着一对形如枯窑的老人走进来，他瞪大了眼睛。这是……我没有理他，而是蹲下身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国师。国师，现在我爹娘就在这里，你敢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遍吗？国师的眼珠艰难地转动，看向我爹娘，突然瞳孔收缩，嘴唇剧烈颤抖了起来。我娘缓缓走到国师面前，发出无比冰冷的声音：元清子，18年了，你囚禁了我们夫妻18年还不够，还想诓骗我女儿。这么多年，你始终没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国师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因为真正的驯兽之术，需要的是与万物的共情，而不是掠夺和强迫。国师的眼眶里流出了泪，不知道是痛的还是悔的。双儿，你养母确实是你姨母，也是我的亲妹妹。当年她确实喜欢过你爹，可她从来没有害过我们。她离开苗疆是因为不想让我为难，她嫁给你养父是因为真心爱他，她来苗疆是因为她感应到我遇到了危险，特意赶来救我。可她来晚了，她以为我们都死了，只找到了你，她把你带走，是想替我们照顾你。双儿，她不欠我们的，是我们欠她的。双儿，你养父确实跟你父亲有过一段交情，可那段交情也是真心的。他们相见恨晚，结拜兄弟。那块玉佩确确实实是你爹亲手赠予他的，他对你的好都是发自内心，不图回报的。我闭上眼睛，重重点头。我知道娘，我知道养父养母他们是好人。好孩子，你姨母把你教得很好。我松开娘，转身看向皇上，对视到我的眼神，皇上虎躯一震，个人从龙椅上滑了下来。堂堂一国之君，此刻像一条丧家之犬，
我走到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。皇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对天发誓，会好好对我姐姐，会护苏家一生无虞。可你食言了，你说你该不该付出代价？想干什么？这可是皇上。皇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的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尝尝我姐姐受过的苦。我站起身，挥了挥手，现场皇上的哀嚎声响彻云霄。柳贵妃尖叫着想要逃跑，却被一头黑熊一巴掌拍倒在地。你逼我姐姐在火蛋上跳舞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不是我，是皇上让我这么做的。我知道，但你跟他一样，也要付出代价。话落，又是一头猛虎上前，将他拖了下去。1个时辰后，我和爹娘3人跪在了坟前。姨母姨父，姐姐，那个皇帝的人我给你们带来了。妹妹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洛霜的照顾，如有来世，我当牛做马也要报恩大你。苏兄，当年你我初见，把酒言欢，结为兄弟。你赠我战甲，我赠你玉佩，那是真心实意的情谊。我骆云霄此生不忘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我们3人在坟前说了很久很久的话才离开。走出很远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夕阳下3座坟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在余晖中泛着微光。我收回目光，看向前方，前方是上京的方向，那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毕竟皇上死了，朝廷乱了，不能就这么慌了。我得回去收拾这个烂摊子，这是他豁出命去护的东西，我得替他护住了。